欢迎到一群网友，我是一群网友 Ryan， 然后今天还有我们的嗨，大家好。好，张总，有，如果想到黑色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徕卡吗？不一定啊，随便啊。想到黑色哦，黑色星期五，我会不会太我会不会太那个？那个有点，我黑色就会想到蝙蝠侠。哦，送，跟你收集的东西有一点关系。哎，对，哦，所以我忘了，黑色有，我喜欢它，黑武士。真假的？真的，你看，哦，对，好，哎 ，OK， 可以哈，好，可以，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跟黑色有关。今天当然就在讲我们的黑漆版的镜头。我们主角是它，这里有3颗黑漆的镜头，这个是在前几年很重要的3颗黑漆镜头。前几年很重要的前几年徕卡有做的那个 M6 的黑漆版，有机会我们再弄进来。好，但是因为前几年做的 M6， 或者是说他做这3颗黑漆镜头，重点是这3颗几乎都是全新的。有，我刚刚你从盒子拿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有惊讶到，因为上次那个Sabari那个镜头，我也其实也惊讶到。可是上次有点美中不足的一点，就是我们没有50的焦段。哦，那我跟你报告一下，上次我有提到那3颗有在拍卖会上嘛？对，好像是我们录完之后，因为我那拍嘛，对，不是我那上次那2颗镜头已经客人拿走了嘛，直接买走了，拿走的隔天6月27号德国的拍卖会，那3颗镜头竟然抢标。那重点，你那天看到你说品相很漂亮嘛？对，我那3颗那个手法里的镜头，如果论品相，应该起码有 A Plus 了。那拍卖会那个有资料，它拍卖会在里面，它有3颗是 A Minus 的。哦，还没有品相还没那么好，没有。结果3颗抢拍，重点是抢拍有落锤。OK， 那3颗连commission拍卖，当然你说很高嘛，可是比当初已经贵很多了。台币100多万呢，那一摊丢啊，摊丢，我的客人赚到，我马上跟我客人说，那2颗应该马上赚，马上赚，现买现赚。这黑漆镜头哈，我们刚好提到黑漆跟 Safari 是徕卡很重要的2个颜色嘛，对，Safari 军绿色那一抹，那黑漆早期的黑漆，我们这里会放了一台 M2 是在 M3 1954年后面又在生产的，你看都已经60年的东西了。那时候的我们说涂装技术好的，当然不会有现在的好，可是这些东西具有历史价值。那这3颗，虽然也不过20几年前几年，但是要找到这么新，那我介绍一下，那这3颗镜头，这个不是新。这几乎是全新，盒子你有看过的吗？OK， 全是没用过的。是。那首先这个是35的焦段，35 F2 Summicro， 那这1颗已经是所谓的非球面镜。那待会我们再解释一下非球面镜跟老镜很简单的分别。35 F2 的非球面镜，那这1颗就特别了，35、50、90这3个焦段，那这1颗还记得你的贵妇人吗？哈，我记得，那个是遮光罩，那遮光罩是直接拉出来，是另外装一个，它这么帅，是直接拉出来，这么帅，这个叫砍入式的内建式的遮光罩，你看哦。可是如果是现在的新式镜头，这样子，有这样吗？但是它是内砍式，这是外面旧式，它也是往上，有没有？好帅哦！hook 这样子比较，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，你要兼顾使用嘛。对。那当然，像这种 hook 是外套上去，对，外再盖上去的，有时候可能就掉啦，还是怎么样？那当然，刚才提到说您的贵妇人是 Summilux 的 Version 1第1代。远在1958年了嘛，50 Summilux 其实它生产产期蛮长的，所以有 V1、V2、V3。那 V3 这个的后面就接着所谓的 SPH 非球面镜的，那也就是说50 Summilux 球面镜的最后1代，然后它又在前几年做成黑漆，所以给您猜猜看，我们这个不免俗啦。您觉得这3颗
黑漆镜头谁的身价最高？还没有介绍这一颗，这上次 Safari 也有一个250颗的也是双 A 的 APO， 然后加那个好 ASPH。对，我解释一下哈，其实以光学的制作，现在像我有戴眼镜嘛，其实非球面镜就是为了要简单说嘛，让你的玻璃透光更透度更好。对，那 APO 再更上一级，对，再把一些慢色光，我们所谓的超低色散，那又更加一级。那当然是非球面镜又加 APO， 是不是光学的镜比较好？对，但是好，那非球面镜之前产的镜片，那时候可能技术还没有到非球面镜，那我们称为球面镜。那球面镜透光比较不好啊。对啊，理论上是的嘛。理论上但是问题是影像这是镜头嘛，那光线透过镜头呈现在我们的底片或是数位相机呈现出来的影像，那我们客观一点，你说球面镜影像品质比较好，还是非球面镜影像品质比较好？我觉得特性不一样，所以我通常在跟客人介绍这些老镜，还是说这些经典的手动镜我都会抓一个分水岭。球面镜我们把它归类在老镜好了，那非球面镜以后开始我们称为比较现代镜，我就这样子分。但是以我们拍照来讲，像你很喜欢去拍一些晨昏建筑啦，对，那拍一些风景，我们所谓的大山大水，拍建筑物，你觉得老镜的呈现会比较适合，还是新的现代镜？如果是拍建筑物的话，对，当然现代镜没有错。那拍如果人文拍那种氛围感那绝对就是老镜，那没有那个的。我常这样子举例子，不知道合不合适啊？老镜有点像黑胶，套上滤镜的感觉，不是黑胶唱片，声音嘛，那声音影像，我们人是观感的我们耳朵听声音，眼睛看影像嘛。那您刚才说拍人文，还是甚至有时候拍一拍黑白的，那老镜球面镜的氛围呈现出来，感觉上是比较有故事感一点。对了，所以我们要这样讲，因为讲到黑胶你知道有些年轻人黑胶那个没有看过黑胶，连 CD 随身听都没有，不然我们就这样好不好？如果你是我们的频道的这个小伙伴，那你就来到赤峰街 Fulton 这里，你就跟老板说你是一群网友的粉丝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来试用老镜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有但书哦。但书是什么？我有很多，比如说现代镜或者是老镜，可以让测试，不一定要徕卡机身你说其他的机身转接环我都有，像你的哈苏什么尼康、Canon 什么富士都 OK， 但是有一个但书，这些限量版的特别的镜头不行，不大适合测。OK， 基本的正常的我都有，像这些，这也是很好的福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说老板不让你用，而是万一怎么样就贺成交，我们也是很甘愿的，不是没问那这没问题，对，马上就贺成交。是的那个黑漆，这个是有点做一点比对啦因为我当初也有做，我说做 M6 的那个黑漆嘛，那这一台是 M2，M3 后面才是 M2。OK，M3 是1954年嘛，为什么会3变2？这个号码的顺序这个没有一个这样什么1、2、3、4、5这样，没有这样。今年出 iPhone 17不是吗？对啊，那你担保明年叫 iPhone 18嘛？理论上是嘛，前并且XXX，这个 OK， 他讲叫 M2， 他手就好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这么说啦，因为当然细讲的话，因为 M3 跟 M2 还是这改天拍底片还是牵扯到框线啦。那 M3 的话，当然它的框线没有这么多，所以它又出了一版 M2。其实蛮多拍底片的人蛮喜欢 M2 的。那好，这个我们下次有空再聊。重点是 M2 的黑漆是非常稀有的你不要看我把它只是摆在旁边而已。这一台
这也是1950多年的，是，这一台的行情，哦，远高于，刚才说让您猜猜看哪一颗的行情比较高？我刚刚拿出这一颗的时候，我有吓到，因为它也是 APO， 对，就是双 A 系列的。那35的我一看到它也是 ASPH 的，是对，那我觉得很奇妙啦。那拿出来的时候，哦，这个镀膜，你有没有看到颜色不太一样？有，但是你刚刚有讲说它是球面镜，算老镜的，归类在老镜，然后又是球面镜的贵妇人的 V3最后一个。对，这样就是说，等他之后的贵妇人都是属于现代镜。51.4啊，贵妇人是第一代，当然是日本人给他的一个尊称别名了哈。那因为它产期久，所以它的后面就变成50苏米拉斯的 SPH， 就是非球面的第一代。但是您刚才有提到镀膜，那当然可以仔细看一下老镜的 coating， 跟当然这光线的反射出来的颜色差很多，蛮多人喜欢徕卡的人，你有看到这一个的 V3，你看你一直把玩它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？我就因为它的遮光罩可以这样子拉，我选它，你选它，行情最高。伸缩的，当然它行情是的，它是行情最高的，可是行情最高也其实还是要讲回来镜头的品质，因为50是大家蛮喜欢用的一个所谓的标准焦段，当然你不能说3处。不行，不对的，就是远中近都有。对，那因为它刚好1机3镜就这样带走，那没问题。一机3镜带走，来就股没问题。反正您刚才讲的，如果想要这个体验一下徕卡的经典镜头，不管是新的 APO 非球面镜，还是一些老镜，有的我这边都有，而且都是很经典的，对，非常的齐全啦。在这边逛完之后，我出国基本上除了日本那家很厉害的相机店之外，我很少去逛相机店。我们就提供嘛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，我都一直很想把一些很好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台湾市场小，对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小而美、小而精致的一个国家，好像很多产业也是，像您的也是嘛产业，刚才才知道不务正业。不务正业是另外一个频道啊，随时来。那当然，镜头除了黑漆，除了 Safari， 那也可以来看一看，比如说银镜那这个是镜头的外观啊，干嘛分那么多，材质又那么多那像这是银色的镜头，这是现代的银镜，对，现代，你拿一下，是不是感觉它很轻？因为它是铝镁合金而且完全镀膜就真的不一样，不止镀膜，而且它重量是不是重很多？对，因为本身的金属材质也不一样。这个当然再深入一点，铝镁合金去弄成黑漆，跟铜合金弄成黑金，那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是的，所以银色镜就像铝镁合金的银色镜，跟早期的那个，我那边你要带一下看一下这边，像银色的镜头，这个是铝镁合金的，你看，像这边，这个是您寄放在这边的爱马仕，这个也不过20几年。当然细看一下，这是铝镁合金，它是铜合金，银已经颜色不一样了，甚至再更早一点的你看这个是所谓的镀钛镀的不是 pure 的。之前有介绍过钛的，那是 pure 纯钛，但是这是镀钛而已这也算是特别的。那你看像这么早的8美的银色的镜头，他们怎么连银色的那个色泽都不大一样，质感也不大一样所以这是正常版而已银色光正常版就。我还是喜欢就是 original 的贵妇人的那种银又更漂亮。我里面还有2个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材质也不一样，是没错。是 original 的东西，其实这个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啦。那当初因为德国的光学那不在话下嘛，其实在1960左右的那个年代做工，不管是镜头啦，不管是玻璃，那时候等于是算半手工的抛光。其实大家都公认，在1960年，我觉得找到的一些老镜扎扎实实，像您的贵妇人，你也看过复刻版的贵妇人，之前影片有拍过，不管是虽然也是很漂亮啦，但就是
但是因为不大一样。对，因为现在的像机身都是6000万画素了，是，所以你配上老镜头的那种拍起来的会比较锐利一点，但是那个氛围感又跟我们拿过去的2400万画素其实还是有差别的。但是我个人是喜欢6000万画素加上老镜头拍出来的感觉，因为现在你看从哈苏怎么就很锐利，那种感觉就是跟以前不一样。我自己是很喜欢那种感觉啦。对，但是当然2400万画素配上老镜，它还是有很原始的复古味。可是现在看这么多很利的画面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够，不知道是眼睛养坏掉还是怎么样。也不是啦，其实我常在说影像无价，反正你就看嘛。就像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镜头，我们在这边讲说啊，它这个老镜很漂亮 ，APU 很厉害很厉害。我觉得带着你的机身啊，没有机身我也有，来试就好，试试看。或许您喜欢的，像你喜欢拍一些人的，当然我今天你用贵夫人，那有另外一颗镜头，你一定也是爱不释手。那个1958年的八枚玉。待会下线可以好好的试一下，没问题。对，所以实际上都是就默默带回家，没有就带回家，慢慢的来，好好的用时间跟他培养感情，好好来试一试。对，没错，好，会越拍越有不同的味道。OK， 对。那黑漆当然就是徕卡里面很特别、很重要的之一，对。但它的数量也真的是稀少的可怜。稀少啊，像我们之前拍过的社团的二手的，几乎很少看到有人在卖黑漆，就是愿意拿出来释放的都很少。对，那不要像现在上次有拍过的51年的复刻版的黑漆，数量也是少。那更何况这是20几年前的做的黑漆，还要保持，还要几乎是全金，那又更不容易。那像这个 M2。我们刚才没有让他入镜，刚才有看到一个韩国的朋友进来。对，看到这个，眼睛都亮了。他也是在韩国徕卡非常，我们碰过几次啦。刚好今天带他的家人路过进来 say hello 一下，他看到这个眼睛都亮了，他一直问我是orange哦，我说 yes。所以上次那个20台限量机种，就是他在那边站的，就是他吗？您说上次你不是有讲一个客人，然后就是你们两个没有对话，一看到那个是，然后你也就就点头，有，对，有，那是他第一次路过，对，然后他眼睛好利他知道这20台很不容易，对，知道的已经不多了，然后看他们就定格在那边，然后指着他，然后我也点头回应他，这样就好了。看他外表看不出来，你知道，他外表就很像韩剧那个马东石，超壮，然后又好像又满脸很软，没有很可爱，然后进来是，突然就这个也会亮会笑，我就有点吓一跳。所以黑漆 original 的又更有一个历史价值，然后要保存完整的，数量少而已。所以黑漆 always 其实不管是特别颜色的话，黑漆永远都是徕卡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颜色的镜头，从以前到现在。是的，这一台要是 M3 黑漆的话，更有价值。它可能可以逼近上次我们的20台那个一级，好吧？那个6月27拍卖会刚结束嘛？那我们的不因为46期的拍卖会刚结束啊。来，你有看到那个媒体的报道新闻吗？没有特别注意看，他 OK。那有一台，很可惜，这一台没有破最高纪录，可是它创了古董相机拍卖有史以来的第2高成交纪录。这一台就是徕卡 O 的其中一台，这是 original， 当然它当初的文件，这一台落锤了，连 commission 和台币，我也没跟你讲过，没有，猜猜看，它是第2高，第2高哦，对，要不要500什么？台币有500万台币，台币计价，比500万欧元再高。你刚才以为我差点猜中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是，我赶快问你说一次，我问你那么厉害，500万，但是超过它落锤就已经700多万欧元了。不会是日本家族
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是那个不晓得，不会知道是谁，商家是谁。这次我没有去问了，不知道。哇塞，是，刚好有提到，所以有历史的东西，那是不是包括这一个？等一下我们关机下线，你就会让它不见了。哦，你说不见吗？好，你要带走吗？没有，我是相信啊，在影片播出来之前它就不见了。几乎都很多人在后面排队。你也知道这个名花有主了嘛？对，所以那个下次看我们影片的伙伴们都要早一点打电话来询问，或者是先过来就看说，你要什么就在下面留言，这样不然很多东西一拿到很快就有人要。好啊，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拍影片来卖它，只是想跟大家不是啊，绝对不是分享，完全分享。但是它通常都很快都有被人家订走了。今天不好意思临时插这个进来，今天本来是要分享那个M11那个100台的Vesla版本，那个没关系，那个因为我们真的来不及啊，来不及录啊。那个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。OK， 下次我们再带一些有趣的东西分享给各位网友。对，来，好哦，是，那今天就这样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